雖然呢，現在26年了，這個冰箱彩電大沙發的車出的越來越多了，但是如果說咱們要買一個實打實的家用 SUV， 其實關鍵的還是要看這個車到底實不實用。咱們今天看的呢是26款的捷途 X90 Pro， 那這個車呢，空間真的算是它的一大亮點，因為其實買這個級別的家用 SUV， 空間真的是非常關鍵的一個部分，尤其是如果說你們家是那種多娃家庭，以及就是說你們有一些3代同堂，就爺爺奶奶、小朋友，大家一塊兒要經常出去這樣的一個场景，那其實15萬级你買到一個這樣大空間的車，其實這個還是非常關鍵的。那這個車呢，它是一個將近4.9米的車長，但是轴距一下给你做了2.85米。虽然说这个数据你可能没有什麼概念啊，但是呢，我們一會兒可以上車帶你去感受一下這台車它實際的這個空間是怎麼樣的。咱們家拿到的這個版本，它是一個6座的2+2+2的一個座椅布局，它也是有7座以及5座的版本。這個呢，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感受。現在咱們上車看空間。我現在把副駕調到一個我比較舒適的狀態，就是前面如果說坐一個像我這樣身形的人，然後第2排的空間大概就是這樣。這個椅子其實我現在沒有調到特別厚的位置，但如果說調到你可能後邊還會坐人的話，你可能還得再來一點。第2排的配置基本上我覺得你平時需要的那些東西，家用的東西它都給到你了。比方說就是小桌板，對吧？小朋友有的時候可以在這兒吃點東西啊，或者幹嘛的，以及你休息的時候可以把這個小桌板打開，上面可以看看平板呀，以及玩手機啊什麼的都是比較合適的。後邊還有單獨的出風口，底下我覺得一定要給一個好評，就是它這兒直接給了你一個電源，比方說你露營的時候後邊下火鍋，你直接把線插在這兒，直接完美解決，就超級無敵方便啊。然後頭頂這邊單獨的一個出風口，所以呢你坐在這兒就覺得其實還蠻奢的，而且車上大部分給到你的都是一些皮質包裹的感覺，所以坐在這台車上甚至都會覺得它是一個20-30萬級別的一個車廂。現在我把這個第2排，你看第2排也是電調的座椅啊，我把第2排調到一個大概還不錯的位置，就是你說擠也不是特別擠，就還好啊。然後我們現在上第3排，來到第3排了啊，咱不能說特別寬敞，但是呢，你滿足你應急或者說偶爾出去玩的時候，你後邊坐2個人，這個是沒有毛病的。然後第3排呢，也是這邊給你放了一些杯架以及儲物的地方。第3排其實你大部分應急肯定是沒有問題的。現在你看我們第3排這個座椅呢，大概是這個情況，然後我們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帶你看一眼後備箱的空間。如果說你車裡坐滿6個人的話，確實這個後備箱空間就表現比較一般了。但是這個地台底下它也給了你一些放儲物的地方，這邊呢就是它給你的什麼3角警示牌之類的，這塊你可以放一些你不常用的東西。那如果說你就是第3排不坐人的話，也就是說你車上坐4個人，其實後邊就是巨大了，因為它這個第3排也是能夠放倒的，像這種搬家呀、露營，以及就是需要剛才我說到了3代同堂，大家一起出去的時候，這個車基本上都是能夠滿足到你的。如果說單看配置的話，你會覺得其實這個車它給的你的配置還是蠻高的。比方說呢，你入門全系它就8155芯片了，然後它裡邊的這個車機響應絲滑程度，你可以看一眼。我是覺得其實它上面的一些 app 都是能夠滿足我們日常用的，比方說高德地圖、網易雲，包括聽書的，以及就是你可以下載一些愛奇藝唱歌的、聽歌的，包括飛書像這樣的辦公軟件。如果你是華為或者說你是蘋果的用戶，都是能夠互聯的，因為它有 HiCar 跟 CarPlay。總之呢，就是你會覺得它這上面給到你的應用全都是你日常要用的這東西，就非常的實用。還有就是它整個的這個界面呀、邏輯什麼的，反正因為這是新車嘛，我現在用起來還是比較絲滑的，就不知道它用個1年或2年之後是什麼樣。如果說你是這個 X90 Pro 的車主，也歡迎你把你自己的實際體驗來分享在我們的評論區下方。那如果說你有點預算想上中高配的版本，那它就更比較奢了啊。比方說呢，就是像這個座椅的通風加熱，還有就是像這個索尼的音響，以及氛圍燈等等等等，包括像 L2.5 的輔助駕駛，就這些東西就看你自己的預算。如果說你想要更高的版本，那它給到你的舒適配置也就比較多了。這個車型它不是說屬於那種特別高級別、特別豪華的車型，但其實它也給到了你一些豪華的配置，比方說呢，像氛圍燈啊，所以這些點其實給你加進來，你會覺得這個小質感還是有的，也會幫你去提升一些這台車它整體的那種檔次感。這個椅子呢有10層的結構，所以說不管你們家是老人、小朋友，包括你自己，你有一個長時間的開車，你也不會覺得說就是腰比較酸，因為它整體的承托性，它不是說那種特別陷進去的軟，也不是說很生硬，調的不軟不硬剛剛好。而且它上面的結構，包括就是你看它這邊座椅上也給你帶了一點麂皮的感覺，所以其實坐在上面我覺得還挺舒服的。再配合上就是它有座椅加熱呀、座椅通風呀，就整體你會感覺到，哎，這個車有點那個理想的那種感覺。
只要開過奇瑞的朋友都知道，奇瑞的那一套鯤鵬動力 2.0T 的那個動力系統啊，真的在國產裡邊就是屬於是遙遙領先的狀態。你開起來就會覺得，其實真的在這個級別給你一種倍兒有勁兒的那種感覺。我們今天的這個版本，它也是一個 2.0T 的，最大功率呢187千瓦，扭矩390牛米，然後它的0-100加速呢是在8秒以內。那這個數據上看來，其實咱們就會覺得就還可以了。甭管說你是想要去那種特別遠的地方，以及說你想要它那種動力強勁，帶給你的那種很有勁兒的那種感覺，它都是能夠做到的。而且這個車呢，它的整車是經過了180萬公里的驗證。那其實像現在來說，就是出的車太多了，太快了，好像你就覺得没個1-2年或者說2-3年就又來了一輛新車。但其實這個車呢，畢竟咱們都是普通人，都得開個5、6、7、8、9年的，是吧？就是不能說你今年買，明年就換。所以說它還是確實是需要經過一個很長時間的去驗證、去路測、實測，才能量產的交給我們這樣消費者。這樣的話，其實你也會覺得說交到你手上的時候也會比較安心。那所以這台車再加上就是奇瑞的車，基本上都是有一個終身質保的，這個就很大气了。因為像很多的車，它可能基本上給到你的就是3年質保啊、5年質保啊、6年質保啊，但是它呢就直接給你終身質保，这個就叫做格局，叫大氣。再有呢，就是它整車的高強鋼占比以及lon式車身是有80%了，所以呢，在安全這方面，你真的永遠可以相信奇瑞。這台車我覺得它真的非常適合像多娃家庭，以及前面咱們說到的，就是你們家如果是3代同堂，經常需要大家一起出行，拉在一個車上這樣的場景，特別適合就是這樣的家庭。因為今天咱們看到這台車，它空間真的非常大，就除了你有的時候接送一些小朋友上下學，或者說就是你們要出去玩、出去露營，跟朋友、跟家人，那这台車它就是非常的合適。還有一些就是車裡該給你的那些基本的配置，像8155芯片，以及就是那個墊腳踏呀，還有就是前面咱們說到的車裡那些方方面面的東西。總之呢，用起來你就會感覺到有2個字兒，就是實用，真的非常實用。如果說你要去選的話，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哈，它是有 1.6T 跟 2.0T 的。那 1.6T 的版本呢，它可能就是說你的油耗會稍微偏低一點，但是可能配置就不會那麼高。那 2.0 的呢，就能夠給你更加強勁的動力，所以說你就看你要不要為了多出來的那些的扭矩，或者說多出來的那種速度與激情而為這個去買單了。所以不管你怎麼選，它包括這個動力的版本，還有這個座椅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來看。那以上呢就是咱們今天這期的全部內容。如果說你對這台車還有任何的疑問，可以在我們的底下告訴我們。拜拜。